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秦刚讨论美中关系。2023年新年伊始中国政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立即宣布了外交团队的新架构。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任中国外交部长，而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取代72岁的杨洁篪出任中央外办的主任。这将是中国外交的新天团组合。需要指出的是，外交部长和中央外办主任都是副国级平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呢，中央外事办公室是决策层，外交部是执行层，因此外办主任会指导外交部长的工作。中央任命前驻美大使为外交部长，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秦刚外长和王毅主任的外交风格有些不同，引起了外媒的注意。秦刚在去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以后，一直注意接触美国的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人士，走公共外交的路线，努力的培养美国的对华友好势力，对美国的言论没那么严厉。在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之后，秦刚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账号表示，我感谢在任职期间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会晤，我期待着与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改善中美关系。这些言论让一些海外媒体认为秦刚是所谓的温和派，但是在秦刚去年上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他们说秦刚是战狼外交官。实际上，不论是温和派还是战狼，都是工作的需要，秦刚外长做的都非常好。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的主任王毅则被外媒称为是强硬派。他刚刚在《求是》杂志的2023年的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矢志民族复兴，胸怀人类命运，奋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的文章。在文章中王毅主任驳斥了美国将与中国的关系定性为民主与专制政府之间的竞争的谬论，誓言要打击一切形式的霸权，但是也承诺将寻求建立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双边关系中保持正确的方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将与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讨论美中关系，但是他的话术还是老一套，什么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等等。看来美国拜登政府是不会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继续斗争的准备。2023年将是中国外交工作波澜壮阔的一年，王毅主任和秦刚外长的工作组合将远远超出外媒所说的红脸白脸的范畴。2023年上半年，中国的外交将进行近些年罕见的主动出击，这是王毅主任在求实文章中确定的外交战略，也就是反对阵营对抗，发展中俄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畅想团结合作，为共建周边国家凝聚合力，秉持真实倾城，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贡献等等。首先，将有许多国家领导人访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目前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正在访华，成为新年第1位访华的外国元首。目前还没有确定行程的有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巴西的新总统卢拉等等。中国领导人也将要访问俄罗斯。此外，今年我国还将举办数个峰会，包括“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受到了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步伐有所减慢。今年我国的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做了大幅度的改变，“一带一路”倡议也将继续迈开大步前进。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都面临着扩容，这是我国对美国拉拢所谓的盟友，构建反华联盟，成立奥库斯组织、4国集团、半导体4方等组织做出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朋友将遍及天下。